全新的 Proton X50，终于它来了！哎呀，打漏了。各位，它是比之前有力了，而且又顺了。升档的时候，它的动力是接得上的，不像以前一换挡还要等一下。Turbo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视频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。我现在开场白会是在下午的时候，试驾的时候是会在早上的时候，因为最近卖车还有 event 真的是太忙了，我就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试驾给你们看哦。然后趁现在傍晚的时候呢，我就有时间来做一些 walk around review， 还有一些 beauty shot 给你们啦，所以大家不用觉得很奇怪。然后我们 walk around review 还是照样看，上山影片还是照样看的。全新的 Proton X50已经上市了蛮久了，终于呢等到 test drive 车了啦，也非常感谢 Proton 呢让我试驾这辆车1个礼拜时间，很多心得细节上的东西想要跟大家一一去分享的。你不要只是看到表面改了，然后内饰也改了，其实有很多好东西呢。Proton 其实有特意去特调的，这个是他没有正式告诉大家。如果你是驾的旧款的 X50呢，你再来试驾这个全新的 X50呢，你就会感受得到多了一缸的感觉是怎么样。TCU 又在做了些什么？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一一分享给你们知道。 当然，如果你们今天要买新车 Proton X50想要试驾的话，不妨可以找我啊！我有在做买卖车、新车、二手车、recon 车，我们都有做。全新的 Proton X50只有3个规格 ：Executive、Premium 还有 Flagship。今天在我身前面这个是最 Flagship 的 model 啦。这个是它的钥匙呢，跟旧款的一模一样啦，这个我不需要多说，它还是保留着一样的 Remote Start Lock。 然后再按这个圆圆圈的东西，然后它就会打着那个引擎，让这个冷气先循环。如果大热天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哈。当然有些厂家呢，它只有 start 没有 stop 的，所以这辆 Proton X50呢，它就有了 stop 啦，没有错啦。可以关掉。钥匙呢也是很好用的，这个解锁按长久的话呢，它就会把那个窗户啊、天窗啊全都打开。天窗已经打开了。如果今天你开完车了啦，关了这个引擎了啦，你关门，你按一下锁。 它依然还是会把所有的窗户还有天窗都给关掉的。你没有关天窗也没关系，如果下雨天呢，它侦测到下雨，它也会把这个天窗给关掉的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。那这辆车呢，也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，我不需要把钥匙拿出来，我只要放在我的口袋里面，只需要靠近这辆车，我不需要拔钥匙 ，LED 的日行灯就会亮起，它也不会再解锁的哈，直到我靠近这辆车的侧门，然后这辆车才会解锁给我哈，side mirror才会打开，离开它。 OK， 它也会锁的。Proton X50呢，在这个市场也是蛮久了的啦，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外观了，内饰都不需要多说。椅背可以做6式倾倒，基本上它的空间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啦。悬挂设置还是前麦花泽，后面是扭力梁 Torsion Beam， 后面有 Quad Exhaust 是真的 Exhaust 来的。轮胎的尺寸也是跟以前一样啦，215/55R18， 后面有红色的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前面也是有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前后的把它喷上了红色，也是用这 Continental 的 Ultra Contact UC6， 这次的前脸就换了一新了，连引擎盖上面也做了一些小改动。可是我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地要放这个 plastic cover 在这边哦。Shopee Motorsport 其实都可以买。
可是拆掉没有用，它这里有一个小洞的。新的头灯组、新的 LED 日行灯，还有 LED 的 signal 灯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我喜欢上一款的。但是车头灯我喜欢这一款的。来到车尾的部分，它有贯穿式的 LED 灯，上一款的还要改啊，这一款就完全给完你了啦。上面这边有一个刹车灯 ，Flagship 会给这个尾翼啊，这个他们叫什么 Version 2啊？之前的 X50还要在淘宝上面买哦，现在已经给到你了。带你们去看一下最大提升，就是这一颗引擎。这次的引擎换上了一个全新的1.5公升涡轮增压4缸引擎，所以这次没有Direct Injection，可是马力提升到181匹马力，290个牛顿米的扭力哈。这个290牛顿米的扭力啊，是跟 Chery Tiggo 7 Pro 是一样的。Tiggo 7 Pro 是1.6公升哦，这是1.5了。配搭这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湿式的，油缸大约45个里的，0到100表现，官方的数据说7.6秒啊，比之前真的是快很多。然后你问我开起来跟3缸有没有不一样？各位，真的很大分别。它的 TCU 又在 update 了，这次换挡降档的速度真的是比之前快太多了。我这边吹这样多没有用，你们要去试驾才懂，尤其是你们是驾旧款的，再来驾新款的，你们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的。这次的变速箱真的 tune 到几乎完美。为什么我说几乎完美，你懂吗？因为它没有手动模式。Proton 之前你不要给我们换挡拨片就算了，你这次连一个手动模式都没有给我。内饰的座椅呢，其实跟之前一模一样的啊，无论是它的发泡棉啊、坐姿啊，全部跟之前一样的，中间几乎是平的，后面这里是硬质塑胶皮革包覆，窗户的按键全部都更新了，中间有一个中央扶手，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，我身高173，腿部空间几乎一个拳头，头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，我觉得坐在后面这里没有什么压迫感啊，谢谢有这个全景天窗，这里全部都是黑的。啊，这个是 Flagship 才有的，所以我觉得很 sport， 很好看。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，一个 Type C 接口，还有一个 USB 接口。OK， 所以主要这次 Proton 的 X50的提升是在于它的前面，它的 dashboard 和中控台啊，这边都是软质塑胶啦，在这个价位里面通常都是前软后硬的，这边都是一些皮革，窗户按键这些都已经提升了，质感也提升了，按起来都非常的有质感。椅子还是跟之前一样的，坐起来发泡棉也是不软不硬，刚刚好。腿部支撑这边是不错的，如果可以再做扩展是更好啦。右边这里是电动调节，左驾驶是手动调节，这里有一个 push start button， 可是右边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到这里干嘛的。以前的中间有排挡杆，还有电子手刹，这次换上了怀档，还有一个电子手刹，就换下来这一边了。头灯高低调节，这里开不到了。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辆车应该还很新哦，所以每次开关门都要蛮大力的，太小力的话这辆车关不到。当你其中一个门没有关好的话，你这里是锁不到门的，怎么按都不会锁。关好来，它才可以锁。锁了之后，这边有亮起一个灯。我非常喜欢晚上的时候啊，开灯，这些按钮都有灯，亮度都是跟着你的 meter 来调节的啦。打一下把灯。以前的仪表呢，还可以更换一些主题的 RPM， 就是这样子看，你看。就是给你看一点数字，还有一点8这样子罢了。而我是没有找到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更换主题的。然后自己右边这边按上这个按钮，按一下，然后你就可以推上推下，可以看你的 media、trip 2、trip 1、胎压侦测器，还有你的瞬间油耗。下面这边就是你的驾驶模式，还有你的档位显示、油表，还可以走多少公里，还有水温表，就这样而已了。中间这个车是怎么样呢？当你挂上 D 档。它就是变成直了的了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就是当开灯它就会开着灯，打 signal 是没有的 ，R、P 就是这样，而且它声音是很特别的，我们再听一下打到 D 的声音 ，R、P。这个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所以我是调到最下跟最后啊，所以符合我的驾驶的坐姿。所以方向盘就跟之前长得一模一样，电子限速跟 ACC 跟车都是往这里按的。那 ACC 跟车操作它会亮起一个绿灯，方向盘的辅助它也是会亮起一个绿灯。Signal 呢，就是它有2节的，这个就是一键闪3下，当你拨到最高，它就是等你摆完你的方向盘，或者是你要关掉的话，你随便拨一下就可以关掉了。这个跟之前的宝马很相似，有没有？这辆车有自动雨刷的，这是把它关掉，自动雨刷在这边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 step， 它的速度啦，然后这边就是有后雨刷，这个闪人家高灯，但是如果你要开的话就是这样子啦。这个有自动的远光灯，这里还有一个按钮啊，一按一下就是雨刷，如果你往里面再按久一点。它就会喷烧水了哈。中间的荧幕啊，这里就有很多 wallpaper， 这个墙纸可以更换的，你还可以下载很多的这个 wallpaper。这个主机的用法跟之前也有很大的分别了。最主要就是你到里面这边还有多了一个 auto parking，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 都是无线的哈。
啊，你看 iOS 26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。当我在开着这个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啊，我在调着音量，它也不会阻挡我的视线。Meter 也是有显示它的音量哈。有一个缺点就是，当我开着 Apple CarPlay 呢，你的冷气控制就没有了，而且这里就没有按钮了，这里只有一个 On/Off， 还有 Auto、Rear Defrost， 还有一个 Hazard Light 就没有了，所以你必须要往这边下面一滑，轻轻的滑，然后它才可以更换你的温度还有风速了。好在它就是不会挡啊，它真的是不会挡着你的显示。驾驶模式也是要从上面拉下来更换的。Start 车的时候它一定是 Adaptive 的，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Comfort Mode， 可是它没有记忆的啦，它也没有任何的 button 给你按。当你用这 Adaptive 的时候啊，它是这样子的 Comfort、Eco、Sport。Widget 你也是可以自己自定义的啊，你喜欢怎样？这个 Settings 里面呢，首先第一面就是 Control Center， 可以开 Ambient Light。Auto Hold、Wireless Charging 这些 Trip Computer 都是在这边开，所以我上桶油呢，行驶了大概将近400公里啦，然后我只是添油添了73块而已啦，大概38点多Liter，所以我觉得这次的4缸是比3缸省油了很多，因为之前是 Direct Injection 肯定是有的，然后我还上下云顶了的，我昨天载爸爸妈妈自己私人上去。Vehicle Control 这边有一系列的设置啦 ，Driving 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开 Hill Descent Control。陡坡缓降 ESC Sport 就是基本上是把半个循迹系统给关闭，还有 Auto Hold 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才可以用的。Lightning 这边就可以控制你的 Follow Me Home 开关头灯，还有就是 Ambient Light， 你可以更换它的颜色。然后我觉得它有细节化处理啦，当我在晚上我拨到 R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把这些所有的气氛灯给关掉，连后面都关。然后我再拨回去 D 的时候呢，它就把这个气氛灯再慢慢的开回去，整个感觉就是很温馨、很细节化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跟着 Music Beat 也可以啦。这 ADAS 系统呢，就有分 ACC 还是 ICC。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它会跟着那个前面的车，直到它完全停为止，还有它帮你自动的摆方向盘辅助你啦，不是让你来按电话用的，手还是要握着方向盘几十秒的啊。AEB、Lane Keep Assist 全部都在这边。它的仪表的显示的亮度，如果你放 Auto， 你可以设置在几点到几点。然后如果是 Day Mode 下午大概就是这样，它一定是白色的。可是当这辆车开了头灯之后，可能进到 Basement Parking 嘛，我用这 Day Mode 它还是稍微按一下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 best 啊 ，good job 啦。然后 Night Mode。然后这边如果你打开头灯了之后啊，你这里可以调节仪表的亮度，它会跟着这些 button 的亮度一起调的。然后它的音响的设置呢，我都会把它自己调一下 custom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设置是最好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大概记住我的这个设置啊。Connectivity 这里有 Wi-Fi、Bluetooth、Personal Hotspot， 然后 Vehicle 这边呢就是一些 Trip Computer 等等的。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找不到一些功能可以更换 Liter per 100 km 的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 km per liter， 我也没有找到在这边有任何的这些设置啊。这边就有一个无线充电，冷气出风口在这边稍微往下面一拉，它就可以吹着你手机了，所以你手机是完全很冷的。2个置备架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，可以动到的地方都是一些皮革，这个 very 的 good job。还有下面有一个储物空间，可以插的 Type C， 可以让我的手机快充电。这中央扶手跟这些一样的。由于它多了一个缸呢，打造引擎的时候它有没有像以前那种小震动，抖一下然后再 start， 怠速呢都会更加的顺畅，因为毕竟还是多了4个缸，比较balance 少一点啊。引擎也是非常安静，当我今天站在外面都会比之前小很多。出发之前呢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 Auto Parking 啦哈，所以这辆车是的确有 Auto Parking 啊。所以想要启动它的 Auto Parking 的方式呢，有几种，一个就是当你开的360，或者是你到这个主页面这边哈 APA，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侦测附近有没有停车位哈，所以它可以 Park In 跟 Park Out。OK， 它这边有一个位哈，好，侦测到了。我点一下这个 Hold the brake Start， 我直接放开就好了。我完全没有在踩刹车，没有踩油哦，就看他讲表演哦。所以它的切换 R 或者 D 档，它都自己来切换。OK 啦，我觉得我自己把会快一点，机器毕竟还是机器啦哈，所以 yes， 到了，所以它
好了之后呢，它会自动把我切换到 P， 拉上手刹，这个也是非常好用啊。你看，虽然这边有灯，小小个没有很大，可是这边是半透明的。当我遇到很晒的时候，阳光哦，我可以阻挡那个视线刚刚好，总之不会辣到我的眼睛是对的。首先来说一下这辆车呢，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不要看到外观好像只是改了变一点点哦，它的chassis啊全部一样，是不是？可是你驾起来的体验是真的很大分别的，尤其是在它的变速箱方面哦。以前的变速箱的也是双离合吧，7速嘛，可是这一次的调教呢，跟之前真的很大分别。第一个就是在起步的时候了，这个起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你的油门踩太大，一下子踩太大，然后它会一下子弹出去，然后那个离合器放得很快，整个过程是非常的不舒服啊。这次的不断的调教让它更加的顺畅，可以将它放得比较慢，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畅哈。再来第二点就是呢，在我高速的时候踩刹车啊，然后转速一定会跌的嘛。然后它会尽量维持在1500转到2000转左右给我，表示着它在1300 RPM 的时候踩一点刹车，它就降档。然后好在让我在可能过弯之后啊，然后再踩回那个油门啊，那个动力还在那边呢。加上这个引擎呢，多了一个缸嘛，4缸，我觉得它在1500转到2000转的时候啊，它动力是好过之前太多的。它的底气在那边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可能以前驾3缸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比较肉，1500转的时候它都没有什么力啊，可能要到2000转，它的 turbo 一来啊，你才发现到它的动力是在的。然后反正这辆车不是哦，这辆车感觉上就是在 turbo 还没有介入之前，它的底气有，就好像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开一个3.5自吸、3.0自吸，怎么说它的低转的时候还是比你2.0还是来的更加的厚重的它的动力啊。所以这辆车 auto hold 只是要踩一下刹车。这一个亮个绿灯就行了，那我们就轻轻踩一下油门。auto hold 的解放过程好了很多，真的好了很多，很顺。我踩一下油门下去，它的起步你完全没有 feel 到那个 auto hold 在解放那种感觉哈。OK， 你看我现在过个弯，3号牙过完，现在4号、5号，大概是1700转，它就可以升档了啊！而且整个升档跟降档的过程真的是比以前好太多。我就觉得之前在出这个新款的 X50之前啊，它不是有做一个小改款呢，就是把之前那个主机是升级到新的 chipset 啊，然后有加了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 给你啊那个啊，所以那个我都觉得它的降档跟升档都比之前好太多了哈。现在更加的完美啊！我说几乎完美啊！为什么之前我说几乎完美？因为这辆车是真的没有的用 manual 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啊！各位，这么好的一个变速箱，这么好的一个 tuning， 你竟然不给我用手动模式？哎呦，强制性的用 Sport。强制性让它降档，所以呢，这辆车下云顶要怎么下呢？到时候我会在第3集的时候做一个视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所以你们留守我的频道，第3集的影片会告诉你们下山的时候我会怎么下这辆车。那这辆车一 start 车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 adaptive mode， 所以我个人没有太喜欢这个 adaptive， 它会侦测到你现在的驾驶状态，然后更换它的模式这样子啦。所以一上车的时候感觉到它的方向盘比较重一点的这个 adaptive。所以我个人上车很喜欢，就是一换到这个 Comfort mode 去。Comfort 的话，方向盘就真的很轻、很舒服，然后油门都比较轻盈一点。因为 Adaptive 我觉得它大部分时间都会用 Eco mode 的。那 Eco mode 我不是不喜欢用啦，我是觉得更加顺畅。可是我一开了之后啊，很明显那个冷气就不冷了的哈。还为了节能嘛，所以我几乎是没有在用 Eco mode 的。所以我做的平均油耗啊，我都是在用这 Comfort。或者 Adaptive 这2个，那才做到大概9.5 liter per 100 km， 我换算到来大概是10 km per liter 左右啦。Sport 一 Sport 了之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第一天驾这辆车，它都觉得很好飞，而且它油门特敏感，感觉上好像开了那种 throttle controller 啊，我踩一点点，它的油门就直接反应过来，你看。底气很足，感觉到3000转的时候，它更加的饱满有力啊，所以它一直在维持在3000转左右啦，所以可能它降到2500转的时候，它就会降档给我哈 ，standby 给我。隔音呢，跟之前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啦。OK， 当我开到可能130、140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小小的风声在旁边这里进来，就是那种普通 SUV 都会感受得到啊，小小的风声，影响不大啦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辆车才140,000左右啦。然后它的避震器方面呢，我就觉得这次原厂的把它调硬了少许，它没有再像以前的那种软，
毕竟以前的 X50啊，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在于我在过减速带的时候，然后车头一往下压，它的回弹力是非常舒服的，真的舒服到没有朋友。可是这一次的 X50就感觉到路感就有了很多，那个路不平的时候，也都从你的方向盘都感觉到它的震动，它的回馈给到比较多了一点呢。我没有讲它的避震器是真的硬到不舒服啦，还是比之前那个稍微的硬了少许，就那少许。你看啦，现在我即使放在 Comfort Mode 哦，它油门我踩多一点，它就那个车就很有力气了的，大概1800转，你看。你感觉那个扭力真的是有290个 torque 的。这个赛车的时候呢，我把它切换到跟车模式，我按 set， 跟车距离也是可以跟着调整的，总共有3个 step。OK， 所以我把它调到最靠近。当我踩油的时候是特别的可爱。以前的 X50啊，我觉得在踩油的时候很可爱的，它的排气管会出那个像 nitron 这样子的，现在的就不会啊，就有风速这样子啦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所以 Proton 有搞了很多小细节，细节在于一切啦。所以为什么我说 Proton 一定还有它的忠实粉丝的？说到以前到现在，它的车真的没有一台不好开的啦。当这辆车完全停下来的时候，那可能超过3秒钟，前面的车已经移开了。你只有2种方式，一个按回 rest， 第二个就是踩回一点点的油门，这样车再次会启动那个 ACC 跟车了的啦。OK， 那我们是时候来一个 Sport 真的是很冲哦，一直想要让你去，一直想要去的，所以你不能怪驾新款的 X50的人哦，他们通常都很快啊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它真的是太有力了。轻轻踩一点罢了，我的速度就飙上，我真的是踩一个28%油门罢了，各位。而且在 Sport Mode 的情况下，的升档都快很多。OK， 3、2、1 ，Go！ 哎呀，打路了。各位，它是比之前有力了，而且又顺哦。升档的时候，它的动力是接得上的，不像以前一换挡还要等一下 Turbo kicks in 这样子，它会有一点涡轮小迟缓。现在好，以前哦加这个3缸的 flagship， 我觉得在走高速哦要上180是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觉得是轻而易举。听到那个风声吗？160的时候。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，就是把音响放大声一点，基本上 OK 的。X50其实很灵活，所以我觉得拿来加上山啊，都 OK 的，很 OK 的。这是我跟伟宏的讲法之一，我也拿来都 OK 了喂。还有一样东西，我觉得这辆车有很大的提升，因为我试驾了这么多辆 Proton 哦，我都觉得它的音响真的是在同等级里面是最差的哦。对不起 Proton， 以前我一直在说你的音响差，可是现在你听到我的心声，你终于把那套音响给升级了。以前的音响不管你怎么调都好，都好像一张纸张那种 flat 的，你要 bass 真的是没有啦啊，它的 bass 好像硬要打出来那种声音啊。可是现在呢 Proton 已经升级了啊。真的谢谢你啊！我们来听一下。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？誰能預計後果？活得開心，心不記恨。懷疑今天歡笑唱首歌。哦，前
面有一点车，还帮我踩刹车了嘞，看power了嘞。如果看到前面侦测到有车，然后我的油门还不松，这个是正常啊，他会帮你看油，因为有车嘛。我最近试驾到一个比较可爱的，就是 Infiniti Q50啦。它除了会帮我看油之外啊，还把我的油门顶我上来，顶我的脚一下，给我吓到一下，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辆。我没有驾过一台车，它会做这样的动作，让你知道，那个油门不要再踩了咯，顶你上来一下。Oh my god， 这边又 accident 过。Oh yes。哦，好飞吗？真的好飞哦，这辆车真的好飞。Alright， 终于来到云顶山脚了啊！我们的老铁们都知道，我们下一个影片是要干什么呢？肯定是冲上云霄了。我们来试一下这台全新的 Proton X50，没有换挡拨片上山的表现怎么样啊？有时候我很喜欢就是 Manual Mode 啦。手动挡模式就是在我过弯的时候，至少还可以保持着我要的转速。其实呢，在前天我已经载我爸爸妈妈上了的啦，我已经知道这辆车的操控还有它的动力是怎么样的啊。我没有拍 video， 因为毕竟还是载着老人家，没有去到很极限，但是至少我还试到啦。所以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是爱的人，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 ，Goodbye。